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使人驾到了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集的内容要来聊聊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45集。在这一集的内容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曹冲因为被老鼠咬了而病逝。那这个时候的曹丕呢，也发生被老鼠咬伤而病重的事件。这个时候呢，曹家的第二代好像也因为继承权的问题而发生了一些阴谋论。那电视剧在这个时候呢，多半是聚焦在曹操因为曹冲跟曹丕这两个儿子在病重之际非常非常的操心的过程啊。但是呢，我相信大家应该多半都忽略掉了，曹操其实有另外两个儿子，就是曹植跟曹彰所以我们这一集不妨花多一点时间来好好帮大家补充有关于曹植跟曹彰这两兄弟的故事咯。好的，那先说一下上一集有提到曹冲就是曹操很喜欢的儿子，他是桓夫人所生。是，那曹丕、曹彰、曹植这三兄弟，他们则是曹操的正妻卞氏所生。这个我们之前在讲宛城爱情故事的时候，其实有聊到嘛。曹操原本的正室叫做丁夫人嘛，对。后来丁夫人因为曹昂的过世跟曹操决裂啊，所以后来卞夫人呢才得以扶正嘛，对，也就是这三兄弟的亲生老妈啦。对对对，好，那注意在这三位当中，曹丕的年纪是最大的，其次是曹彰，最后是曹植。那我们就先来讲曹植这个人吧。曹植这个人才10岁多一点点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很多的经书都给读完了。《三国志》有记载，有一次曹操去看每个儿子的文章，看到曹植的文章之后，就把他找过来说：“汝欠人也。”这个时候大家想说，这句话什么意思？是不是只说欠钱嘛？说你怎么欠人家钱呢？对不对？这边的欠是指说你是不是找人代写的？为什么？你写的太好了，有没有搞错？小孩子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笔出来吗？结果曹植他当时说：“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故当面试，奈何欠人？”什么意思？就是这种东西我还需要请人代写吗？依照我的本事，随便说出来的话就是一番言论，随便写出来的文字都可以成为文章。你如果怀疑我的话，不如当场考试吧。后来又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曹操在邺城盖了一个豪华大楼。那大楼一落成了之后，就想说，来，每一个儿子你们给我登上大楼，就是登台那人登高之后，就会有些感触，有感触，来，你们就给我写出你们的文章出来。曹植就立刻挥笔写出了一篇文章。哎呀，曹操一看就发现，哇，我这个儿子真是越来越厉害了对，所以呢，曹操其实蛮欣赏曹植的，毕竟曹操自己本身也是个文学家嘛，对不对？国文课本可能有提到，就是文学有所谓的三曹，哪三曹呢？曹操、曹丕跟曹植。曹操他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那个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嘛，短歌行嘛。对对对，就是你喝了酒就应该唱歌，要唱什么歌呢？要唱数学的几何嘛，对不对？人生如果大家觉得起什么烂梗，我要先说好，这是我以前学生时代这个课本当中附录的漫画，是这样子说的。有，我们是同一个时期，我有看过同样的东西。对，壮嘛，手嘛，对，那几个人，对，好，我们这个时代人才懂得梗啊。Okay. 我们现在说回来历史当中是这么描述曹植的性简易，不置威仪，与马服饰，不上华丽。意思是说，这个人的个性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拘束，他不喜欢搞一大堆礼仪，比方说你是什么身份，你就应该佩戴什么样的首饰，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出入应该有几个人。曹植就觉得说，哎呀，不要管那么多嘛，对不对他其实也不追求华丽的衣裳以及所谓的外在的配饰。接下来，每进谏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说曹操有的时候跟曹植互相聊天，询问他的一些看法，曹植立刻就可以说出自己的看法。曹操也觉得说，这些看法蛮不错的而且你是即写反应那这反应速度很不错越来越喜欢这个儿子。那到底喜欢到了什么地步呢？就是有一次曹操要去远征孙权，大本营邺城，就需要有人留守嘛，派谁留守？就派曹植留守。留守的时候，曹操是这么说的：吾习为顿丘令，年
23，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23矣，可不免于。什么意思？我当年啊去当那个顿丘令的时候啊，23岁，回想至今，我觉得啊，我所做的一切事情我都不后悔。意思是说，你看，毕竟我从一个小官员，如今可以权倾天下，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有白活啊。曹植啊，我的儿子啊，你的年纪也正好到了23了，你可要好好加油啊。你觉得这个父亲此时说出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给予这个曹植非常高度的肯定啊。对对对，就说你看我当年23岁可以成就一番事业，你也23啊，我觉得你也可以成立一番事业啊，好好加油哈。所以难怪电视剧会特别描述到说，曹植好像也是曹家2代当中非常有机会竞争所谓继承人宝座的一个有力人选。可惜历史当中，曹植后来早早把自己给淘汰掉了。那曹植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才把自己给搞成淘汰状态的呢？就是我们前面讲说，曹植这个人其实是不太重视礼节的嘛，对不对？另外，曹植还有个癖好，什么癖好？他喜欢喝酒。各位有没有听过有个人叫做李白？李白的《将进酒》当中有一段话叫做“成王昔时宴平乐，斗酒时间自欢谑”。什么意思？就是以前我回想曹植啊，哎呀，他举办那个酒宴的时候，大家都是卯起来喝啊。你看李白这个爱喝酒的家伙，都说我好羡慕曹植那个时代，他都卯起来喝酒，我恨不得你看他又是文学高手，我也可以在他底下一边讨论文学一边喝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曹植这个人其实爱喝酒，又不重视礼仪，所以他有一次呢，在酒醉之后做了什么事情？他竟然驾驶着车辆擅闯宫门，这其实是个死罪哈。曹操看了就怒了，就是你搞什么东西？你怎么在众人前面做出这么难堪的事情？传出去说，哎呦，曹操的儿子知法犯法，你叫我曹操怎么办？我多难做人啊！我要是保你，别人就会说，对嘛，因为他是曹操的儿子嘛，对不对？OK， 那我要是真的严惩，开什么玩笑？你是我曹操的儿子对不对？你还是我考虑的接班人之一，我要真严惩，那还得了，对不对？就搞得曹操就进退两难。到最后，曹操就说：“来，那些驾驶车辆全部给我处死。那你这个曹植，给我好好禁闭反省反省。”如果大家会觉得说，哇塞，那曹操你还是偏心嘛？对不对？是啊，一起驾车的人当中，就只有曹植没事。开玩笑，他毕竟是曹操的儿子嘛，对不对？一个老爸做成这个样子，已经算是很勉强，尽量追求公允了哈。问题是事情还没有完，就在这个酒驾事件的2年之后，当时曹操遇到一个生死危机。什么危机呢？就是关羽北伐，威震华夏。当时关羽已经击败很多曹家的各路高手了，搞得曹操很头痛，说到底还有谁可以去迎战关羽呢？突然曹操不知道是脑袋怎么想，就想说，那干脆让我的儿子曹植领军去对抗关羽吧。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边就想说，啊，我的天哪，这在电玩世界当中，你是不是要叫儿子去自杀？你要自杀，不要这样玩人家，好不好？但是不要忘记前面我们提到，曹操在某些史料当中甚至有说过，最能够决定大事的就是我这个儿子曹植啊，因为他反应很迅速嘛，对不对？说起话来也头头是道嘛，对不对？说定派他去会有奇效，所以当时呢，曹操就任命曹植担任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决定说，你就给我率领军队去到南方，拯救被关羽围困的曹仁将军吧。结果没想到使者跑到邺城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史书记载，植醉不能受命。什么意思？就是曹植喝醉了，醉到什么地步？使者去摇他，或者去叫他，根本叫不清醒的。这是军国大事，怎么可以继续耽误下去呢？使者折返之后，告诉曹操说，你那个儿子真是叫不起来啊。那曹操想说，给你机会你不重用啊，怎么搞成这副德性呢？算了算了，国家大事你闪一边去吧。你想想看，如果曹植他真的成为所谓的南中郎将，他是掌握军权的。你要知道，在任何一个时代，你要竞争权力的话，
军队是最重要的原动力。结果曹植活生生把这个职位喝醉酒醉到没有了。而且你就想想看，在曹操心中，曹植的地位是不是进一步的下滑？就想说，看你平常说话头头是道，我怎么不知道你哪天突然又喝疯了，说不定就直接带着大军去送头了。你还是我能够托付大事的儿子吗？所以我才会说，曹植这个人他的确能力很不错，但他后来一系列荒唐的表现，让曹操实在不是很能够信任这个儿子。好，讲完了三弟曹植，我们现在就要来讲二哥曹彰了。曹彰跟曹植正好是完全的对立面。曹植最著名的是什么？文学嘛，才高八斗就是形容曹植嘛，对不对？那曹彰则是非常热爱军事。曹操甚至有曾经跟年少时期的曹彰讲说，孩子啊，多读点书啊，读书才有出息啊。结果曹彰怎么回答？什么叫有出息？我心目当中最有出息的就两个人，一个人叫做卫青，一个人叫做霍去病。这两个人是谁呢？是汉朝时期远征匈奴的英雄，这两个人才叫有出息。读书有个屁用哈！这个大概是曹彰的态度，你看是不是跟曹植完全不一样？是，你口出狂言嘛，就说哎呀，那个卫青、霍去病才是我心目中的目标啦哈。那你能不能做到呢？时间来到建安23年，当时北方外族乌丸发生了叛变事件，曹操呢就任命曹彰为北中郎将，就是你不是很想要率兵出征吗？我给你机会。重点是曹操在临行前还是这么说的：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什么意思？我们在家里面是父子，出去外面是君臣关系哦。你现在可是带着国家的军队，身背国家的威信，带着国家的法律去征讨敌人，你可要好好的做哈。你不要因为曹操是你老爸你就觉得说，反正凡事都可以靠我老爸嘛，对不对？我告诉你，没这一套，给我好好的打。当时曹彰呢就开始率领部队北征嘛。那其实往往去打北方的草原民族，最麻烦的是什么？其实不是直接跟草原民族硬碰硬，而是北方很多地方是种不出粮食，所以补给物资非常非常的困难。草原民族最常做的战略是什么？就是汉人来反攻了，赶快做什么事情？往北方逃走。那你汉人是不是要被迫追击？在追击的过程当中，你食物可能会越带越少。还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糟糕，好像外族分兵了。那请问你该怎么办？你也得分兵去追嘛。到时候外族他又很擅长骑兵作战，说不定他突然就仗着极高的机动力，反而集中去痛扁你汉族的军队。所以往往北伐草原民族是件很辛苦的事情。曹彰就真的遇到了。曹彰当时在往北方追击的过程当中，结果呢就与大部队好像有点脱离了哈。此时突然大批的草原民族出现，就开始围攻曹彰。哇，这时候人多打人少，曹彰危险哦。幸好曹彰这个时候有一名部将叫做田豫，田豫就赶紧说：来，各位听我指挥，赶快防御。怎么防御呢？汉人作战一定要带物资嘛，对不对？那物资是用什么东西来搭载的呢？马车嘛，对不对？当时田豫就立刻说，用马车围成一个圆阵，然后呢，我们所有人就躲在圆阵里面，那靠着这个马车形成一个防御壁，让对方的骑兵不敢随便的乱冲。那我们里面的人只要做什么事情啊？不是简单的躲着哦，我们就用骑兵最害怕的武器去对付他们。在汉代，真正对付骑兵的武器是什么？是弓弩弓箭没错，用弓箭。因为你想看，弓箭射过去，古代其实马匹嘛，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马铠，你只要射中马就会怎么样？就翻车了嘛，对嘛？那一个翻车是不是全部翻车？所以当时田豫就一方面透过马车形成防御，一方面在内部拼命的猛射箭，结果就把外族军队给击退了。顺带一提，田豫的这个防御方式其实是参考一个人，
就是卫青。卫青当年远征匈奴的时候，你知道漠北之战，根据汉武帝的安排，就是其实除了你卫青领兵之外，还有李广，就是很有名那个神射手将军哈。OK， 你也领一个支队，有点像是前行攻势，包夹匈奴部队。谁知道李广的部队怎么样？迷路了。OK， 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搞得卫青变成说啊，糟糕，我势单力薄，匈奴军队却抓准机会准备进行反攻。此时卫青也是一样，他选择用大量的马车围在他的外围，然后军队则在里面发射弓箭进行反击，最终以少胜多，反而打败了匈奴的军队。所以田豫这名将军其实也算是高度参考了卫青的智慧，也让主将曹彰算是过了一把偶像的瘾，就是这不就是我偶像当年的战法吗？当然你会说都是田豫打的关你曹彰什么事情嘛，对不对？重点是在后来外族军队撤退之后，所有人都说我们赶快怎么样就地休整，或是赶快跟大部队会合啊，对不对？结果曹彰说不，此时我们应该奋勇追击，因为对方已经胆怯了，如果我们放过这个机会，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他们。你想想看，你前面才被包围结果你现在要算你的少量部队去追以骑兵闻名的草原民族。当时大家都觉得说，哇塞，我们家的公子要么是很勇，要么是脑袋断线了吧是。结果曹彰他追击了一天一夜之后，终于追上了草原民族的部队。一方大战之后，斩首获胜以千数，就是斩首起码破千以上。而这个战绩呢，当时造成了其他的草原部族发现说，哇塞，曹操的部队好猛竟然有这么猛的一名将军，所以就导致原本蠢蠢欲动的其他民族也选择暂时性的安静。可以说是曹彰一战定乾坤。他其实做的事情虽然没有像卫青、霍去病规模那么大，因为卫青跟霍去病他们后来都是率领几万的兵马，那曹彰当时是率领少量的兵马，可是这也很难得，因为人家是率领几万兵马去追击嘛，对不对？你愿意率领不到1万的兵马就跑去跟别人进行决战，曹彰最起码这个胆识非常的不一般，而又能够打赢，证明他也的确有一定的军事才华。所以后来消息传回到曹操这边去，听到自己的儿子大破北方民族，哇，曹操高兴等到曹彰凯旋而归的时候，曹操就做了一个举动。那个时候曹彰也有一定的年纪嘛，他有长胡须嘛，对不对？是。那胡须的颜色还是黄色的。曹操生的儿子都蛮特别的，是一个丑男竟然生出帅哥，或是一个丑男竟然生出黄色胡须的儿子。天哪，曹操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总之继续说回来，当时曹操就拉着曹彰的胡须说：“黄须而进大齐也。”什么意思？就是我没想到我这个黄色胡子的儿子竟然可以建立这样子的奇功，哇，想不到，做父亲的当时非常非常的欣慰重点来了，曹彰他其实率领部队见到曹操以前，他其实在路上先见到了自己的大哥曹丕。当时曹丕就说：“卿心有功，今西涧上，宜勿自伐，应对常弱不足者。”意思是说，今天你建功了，接下来要跑去见父亲了，千万不要骄傲自大，你应该时常去想自己哪边还有做不好的地方。所以呢，曹彰听到这段话就若有所思，所以他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呢？他见到曹操，曹操说：“我的好儿子建立了大功业啊！”结果曹彰表示：“我今天能够建立这番功夫，都是我底下将士们的功劳。”哇！曹操一听更开心了，儿子居功不自傲，我喜欢所以后来曹操给予曹彰更多的赏赐。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怎么样？其实曹彰、曹丕之间的感情不错的，起码那个时候不错，毕竟都是同一个妈妈生出来的嘛，我们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呀。可惜这个关系后来生变，为什么？就是电视剧演到的，在继承人这个位置的宝座前面，在怎么样的亲兄弟权力面前，所有的关系也都变质了好，最后要结束曹彰这个话题之前，很好玩，就是曹彰不是曹操的儿子吗？他差一点点有机会跟刘备的儿子单挑。这时候大家想说什么？他要跟刘禅单挑吗？那刘禅是被挑的那个吗？这边的刘备的儿子是指刘
备的养子叫做刘封。根据魏略描述，太祖在汉中，就是当时曹操带领的军队去到汉中，跟刘备展开拉锯战，而刘备栖于山头，使刘封下挑战，就是说刘备当时就派遣刘封迎战曹军。太祖骂曰：卖履舍儿，常使甲子拒汝公乎？你这个卖草鞋的家伙，一天到晚叫你那个假儿子来带兵打仗，待呼我黄须来，令击之。就是说，你那个假儿子有什么了不起？我叫我的真儿子来打爆你们。可惜曹彰接到命令的时候，曹操已经觉得说汉中之战已经打得不是很理想，就选择撤军。不然的话，如果真的可以看到刘封 PK 曹彰，哇，那一定是三国史上很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幕，就是曹二代对上刘二代，到底哪一个二代比较厉害呢？那故事说到这边我们介绍了曹操很多的儿子嘛，除了曹丕，因为他后来戏份还是很多，是，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还会有一集专门介绍曹丕。我们介绍了曹植、曹彰，还有上一集非常聪慧的曹冲。XXY，我想问你一下，如果今天换做你是曹操 ，OK， 这4个儿子摆在你面前，你要选一个接班人，你选谁呢？哇，这个问题好难哦，可能不是一个绝对性的问题啦，我可能会假设某些情境这样子。怎么说？因为如果当时曹操他准备要立所谓的继承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时局如果是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决定好，大片江山等着要再去挑战，那在这个战乱时刻的时候呢，我当然会选择的是有军事长才的儿子啊。就是曹彰嘛，对不对？曹彰或是曹丕吧。哦，那如果已经天下太平了，我已经帮我的儿子打下了大片江山，那其实我就传给曹植或是曹冲，如果那个时候他还活着的话啦。所以我觉得情况应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你的想法其实蛮有趣，但又蛮实际的，因为结合到我们以前曾经聊过孙吴政权的传承嘛，因为孙策他不是猝死嘛，对不对？是啊。当时其实大臣们就说，政权你传给二弟孙权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兵权要不传给你的三弟孙毅，因为三弟比较像你嘛，那个性格还有那爱好军事，让他掌握军权或许比较合适哦。是。所以你看，你刚刚说的是我们视情况做决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方式，也是突破了一个盲点，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就是这4个当中去挑一个出来，要知道不同情境下，可能曹操就会做出不同的决定。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前面有段时间非常非常器重曹植，后来又觉得说这曹植可能不太行，可能就是外部的因素发生的改变也说不定哦。好，以上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啦。我们介绍了有关于曹操的2个儿子曹植跟曹彰。那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节目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